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关。今天呢，我要来和大家介绍去克罗埃西亚 Dubrovnik 10件你应该做的事情，就让我们看下去吧。先简单介绍一下 Dubrovnik， 它位于克罗埃西亚最下方的那个角礁，从7世纪就存在的老城，曾经被拜占庭帝国还有威尼斯共和国给统治过，是一个海港。它目前最著名的就是《权力游戏》的拍摄场景 King's Landing， 还有 The Red Keep 跟一些南方场景。都是在这边拍摄的，《星际大战8》有在这边取景哦。那关于它的历史呢，我的脸书粉丝团有在里面介绍比较详细，所以你们也可以上去看一下。第一件必做的事情就是去它的老城逛逛。在一踏进去的时候，我觉得有点像马耳他的姆迪纳，它是马耳他的旧首都。我的影片之前也有介绍过，因为《权力游戏》它的第一季的 King's Landing 其实就是在马耳他那个姆迪纳拍摄的，所以就会觉得哇，跟马耳他有点像。老城里面其实不大，可以随便迷路一下，一下走到海港，一下从楼梯走上去，每一个巷子你都可以发现一些很漂亮的景点，想要拍一下，或者是很多可爱的猫咪啊，遇到一些老妇人在摆摊，非常值得乱走走逛逛。其实不太会迷路，因为里面就很小，我在里面走过超多次哦，每次经过都那几家店，所以可以去里面随便走走逛逛。参加 City Tour 或者是走城墙的walk。好，首先 City Tour 呢，如果你本身就是权力游戏的粉丝，那你很适合参加 City Tour， 因为它有专门走这些拍摄场景的，所以很多你可能不太知道，但是你如果跟着当地的导游，他就会带你去。我还有偷偷听到其中一个导游说，那个 The Walk of Shame，Cersei 坏皇后，她不是走那个 The Walk of Shame 吗？然后大家拿石头还拿厨余丢她。其中一个导游说，那个 part 我有演，那个时候真的感觉很差。他就是当地的演员呢，他有演权力游戏，一定要走那个城墙。那城墙里面有2个入口，反正你只要查 The Wall， 你就可以知道，就是那个墙壁的 The Wall。那城墙真的太美，走楼梯上去呢，它是直接绕那个城市一圈，走一圈大概你走走停停拍拍，可能2-3个小时就过了，但很值得。旁边看到的是全部老城的漂亮景色，红色的屋顶啊，然后另外一边你看到的是它的悬崖，然后还有海啊什么的。那如果你已经买了 The Wall 的门票，你记得不要把它丢掉，因为它还可以走去另外一边的那个堡垒 The Red Keep 的拍摄场景，记得把门票收好，可以隔一天再去逛另外的地方，或者你也可以同一天逛完。去悬崖上的酒吧，它在老城里面呢，某一个城墙，你穿出去之后，它就是一个悬崖，然后上面有酒吧。地点我会放在下面的叙述栏。其实我是看时尚玩家介绍我才去的，它的景很漂亮没错，然后天气好的时候下面可以有游泳的地方，我还看到有人就从悬崖上面跳下去，哇，真的很厉害。但那边的酒真的蛮贵，所以其实你也不用一定要在那边消费，你可以自己买一些啤酒或者是喝的饮料，默默的就走下去，在悬崖旁边或者是比较靠近海平面，如果你怕高的话，你可以走下去，在那边喝酒，看着夕阳，看着月亮，很 chill。上去瞭望台。上去瞭望台有2个方式，一个是你可以自己爬山上去，然后再来是你可以搭缆车。缆车的话，你可以下载 Cable Car Dubrovnik， 好处是你可以直接在上面买票，那你就不用排队，或者是它有时候风很大，天气不好的时候，缆车不会开，你不要上去缆车站之后才发现啊没有开，就先查好哦 ，APP 上面就会跟你讲。那我们这一次是因为一开始没有做功课嘛，所以到那边发现缆车没有开，我们隔天才买到票才上去。眺望下来的风景非常美。那上面也有一个很有名的餐厅是当地人都推荐的，他说如果要吃的话可能要先定位。上面还有一些比如说 ATV 4轮车，可以买票去开那个4轮车，然后也有那个 Zipliner， 就是中文是什么？就是线那个冲下来。刚刚查的中文好像叫做溜索，就是溜绳索。那我们这次是都没有参加，因为时间不够。但和其他友人比，他们选择来回的缆车票，而我和我老公呢，我们决定要健行下山。缆车坐上来一个人好像14欧多一点点。现在我们打算爬山下去，但我觉得这边的路有点烂，如果是下雨天的话，应该会很难爬，都是石头，也没有阶梯。但等一下 view 应该会很好看。
但是下山走下来是因为可能那边刚好下完雨吧，所以都是大石头，是蛮难走的。还是有很厉害的美国人，他们穿着拖鞋还是可以走下去，但是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有点难走。可是风景很漂亮，所以可以参考一下。那如果是想看夜景的，也可以晚上的时候去那个步道上面看，一定很美。5. 品尝当地海鲜美食。当地海鲜算是蛮著名的，任何餐厅里面都有卖海鲜，但我特别推荐这一家叫做 Idui's Oyster Bar。它虽然没有座位，但是你去里面买东西的时候，它会给你一个坐垫，所以你就可以坐在很漂亮的楼梯间，看着美丽的风景，吃着好吃的海鲜。最喜欢的海鲜是它的 oyster， 因为他的老板他说他们才开第4天。然后他问说你怎么找到我们的？我说我就是想吃生蚝。他说他们家都是自己有那个养殖场，所以他每天早上大概5、6点就起床，然后就从 Stone 在北边一点的地方，大概开车要50分钟吧，从那边采生蚝再带下来卖。期间他跟我解说了生蚝养殖的过程，然后也在面前开生蚝给你看，生蚝里面的海水就这样流下来。他说你看有没有很多海水？是很新鲜，因为他说那边的海真的很干净，所以像台湾的生蚝好像是要经过什么水还是什么过滤，让他们把沙子吐出来吗？不知道，反正他意思就是说，在他们那边的生蚝是不用经过过滤这一块，因为他们本身就很干净了。那吃起来也是真的蛮不一样，很新鲜的感觉，很有海的味道。我也不会说，就很好吃。非常热心的老板，我有跟他说我会帮你，就是跟我台湾朋友讲，然后他也带了一段话给台湾的观众们。We have the best oyster in the Dubrovnik, and welcome people from Taiwan. 当然，除了生蚝以外，他们也有卖，比如说海鲜意大利面啊，然后墨鱼炖饭，还有什么鲔鱼三明治啊，炸章鱼都很好吃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去。6. 去里面最老的药妆店买他们的保养品。其实我也是看时尚玩家介绍，所以就蛮好奇。那发现它是全世界第3老的。走进去这个药妆店，它里面其实是一个博物馆，是位于在修道院里面。那修道院里面除了有药局以外呢，还有图书馆啊什么的。我以为是要买票才能去这个药局买保养品。但其实不用，就是它的药局的门口就在你买票的前面，所以如果你想要进去参观修道院的话，还有它真正最老药局长怎样，你才要付那个5、6欧进去。那如果你只是想要买保养品的话，你去外面那个门进去就行了。但我一开始找不到这个药局，因为老城里面有很多药局，所以我问了那个小姐，我说那如果我是要买时尚玩家推荐的那个玫瑰水，就只有修道院的那一间最老药局才买得到，其他老城其他药局是买不到的。其实买来送人我觉得很不错诶，你看这边就是最老药局长什么样子，然后这边有一个他是谁？传教士吗？对，这是薰衣草水，那边薰衣草也蛮有名的。然后这是玫瑰水，好像一项都不到10欧，就不到台币300块。还有这个玫瑰霜哦。水我是比较推荐，因为它真的很香，然后也蛮清爽的。玫瑰水他说是卖最好，然后再来就是在时尚玩家里面也有看到它是玫瑰霜，但我觉得擦起来有点太厚了，就可能我会给我阿嬷吧，擦起来脸会太油，或者是可能适合欧洲的气候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有没有很勾？长这样，玫瑰香味是真的香啊。那它的外装是长这样，我就看到时尚玩家一堆就是韩国大妈，一些大妈在排，所以我想说，去买一下好了。但是真的蛮香，然后上面写1317 AD， 好，这可以买。7. 参加任何一个水上活动，如果你喜欢玩水的话啦。我这一次有参加跳岛活动，它就是一个1整天的 tour， 你可以跑3个岛，岛的名字我会放在这边。吸引我的是它是一个 open bar 的船，反正那时候就只有我一个人了，因为我老公他是去开会，所以我想说可以参加 tour， 然后认识很多人，所以我一上船就认识的也是一个人来旅游的美国女生，然后还有一些爱尔兰的，大概跟我差不多大吧，然后我们就刚好坐在一桌，所以早上9点多我们就喝了第一个 shot。一整天就喝到后来已经跑了3个岛了，就那岛其实都很漂亮，但其实我真的都是在喝酒。然后岛的话，我们就是有下车走一走，中午的午餐也是在船上解决，而且是船长帮你烤，
就是你可以选你要吃肉还是吃素的还是吃鱼，船长帮你烤鱼烤肉，白酒喝到饱。到后来我是真的还蛮夸张的，我后来是最后一个下船，然后船长来给我开船。我住的港口是他们结束的港口，所以他们就刚好可以载我回去那边。但真的很推荐，然后不要像我一样喝那么呛，就是什么都忘了。但那个岛真的很漂亮，就是这3个岛可以看一下不一样的岛啊，不要一直都待在克罗埃西亚本岛。这个 tour 也蛮便宜的，一个人大概50欧元以下，而且喝到饱还附午餐，然后是一整天的行程，还可以认识很多朋友。推荐。再来，我有去参加蓝洞的 tour， 那是因为我真的平常蛮喜欢潜水。那这个 tour 它是一个下午的行程，2点多集合嘛，是开那种比较小的快艇，大概船上只能坐10个人跟一个导游。然后我们就去在跳岛的时候，大船到不了的地方，因为它是小船，另外一侧，然后可以看到蓝洞，就在里面潜水。那除了一个蓝洞，我们还去什么 Three Caves。就是顾名思义，它有3个 caves，3个洞，那每个洞都有不一样的特色。那导游就说：“你这个洞进去会怎样？这洞进去怎样？”那如果我一个人的话，我真的不敢去，是因为我认识到很有冒险精神的一个美国爸爸，他就带他女儿去，我就直接跟那个洞很窄，然后进去还要那边潜下去，然后那个都是蓝色，很漂亮的反光啊，然后你从洞穿出去，从另外一边跳下来。还有我有玩那个在悬崖上跳水啊，这真的很好玩。但我没有带 GoPro，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带 GoPro， 自己都怕成这样了，我如果 GoPro 刮到墙壁或者是我刮到手怎么办？海浪一来，里面的洞的水都会这样往上，然后你身体就往上，那时候就非常危险，你可能会撞到啊什么的。去 Lokrun 岛，它是很靠近老城的，算是一个蛮大的岛。你其实，在老城就可以看到它。那你可以去老城里面的港口买票，买票的时候它就给你来回。最后一班船就是晚上6点，所以你6点要回来。那岛我觉得很特别，就是上面有很多孔雀，也是一座蛮古老的岛，因为上面有还没盖完的医院啊什么的。有一个很有名的叫死海，外面就是海，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小湖，你可以在里面游泳、潜水。我在里面还有上去走到堡垒啊，里面还有一个铁王座啊，可以拍照。你可以去Lokrun看孔雀啊，还有很多秘境可以游泳，这也蛮推荐。那记得就是最后一艘船是6点，所以要记得回去。9. 参加波士尼亚或者是黑山的行程，因为在 Dubrovnik， 波士尼亚跟黑山离得非常近，所以如果你可以一次看完3个国家，不是很好吗？而且这些行程都非常的方便，你跟旅行社购买之后定好时间，他在当天他们会去你的饭店接你。那这一次我很可惜，我只有去黑山的行程，我没有时间去波士尼亚。但去黑山也蛮特别，因为我们还是要过边界，要过海关。一进去黑山，因为我的 SIM 卡就只有在克罗埃西亚可以用，所以过黑山没有网路了。导游也有介绍，就是当地的文化啊、当地的历史啊什么的。我们这次有在黑山去了2个也算是老城的地方，其中一个地方还有很像万里长城，这样走到山上，但可惜没有去。走在这个墙上不用钱，但走到那个要8欧。他们 like a great wall. Yeah, great wall. Yeah， 要8欧，万里长城。然后黑山有很多猫咪啊，很可爱。物价有稍微低一点，但我听说波士尼亚更低，所以觉得很可惜没有去到波士尼亚。我很想去看那个 Moza 那个桥，因为之前我看很多人都从那边跳水，我想看到底有多高，太可惜了。希望下次可以去。第10，最后一个就是除了在 Dubrovnik， 你也可以去克罗埃西亚其他的城市晃晃。如果你时间够的话，你可以去 Split， 也蛮有名的，或者是去它的首都 Zagreb 走走看看。好，那今天这10件事情，希望你们喜欢，然后也希望你们享受去克罗埃西亚的旅游，希望有帮助到你们。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按赞，谢谢大家。有问题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。拜拜。